大家好，今天来讲第26课，自定义的策略开发。这节课的内容主要是编码部分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自定义策略是如何开发的。首先的话，来看一下本节课讲的内容，讲的是这个框架的策略的基本结构，然后如何实现买入和卖出的逻辑，然后如何添加和使用技术指标，然后完整的策略开发流程，还有就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实战案例。今天内容会比较多，大家可以在线下去好好看一下这份文档，讲的比较细致。那一开始的部分就是策略模板。首先，我们在这个 user data 下面的这个 stage 的目录下，可以新建一个策略。然后这个策略里面，第一个参数就是这个策略的版本号，这个是必须的啊。这个因为你这个版本号可以控制它自己的这个，就是策略的一个版本的迭代啊。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 ROI 的一个配置，然后接着就是这个止损的一个配置，然后时间框架。然后这个是订单的类型，呃，比如说这个 limit 的限价的，进出场都是用限价的，然后止损是用市价的，然后这个订单超时的配置。那这里就是它的三个核心的方法，这个 populate 的这个三个核心方法。那这里就填充技术指标或者叫添加技术指标，然后接着就是这个买入信号、进场的信号，这个就是出场的卖出的信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参数的分析啊。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 interface 的这个 version，然后它这里这个是必须的啊，得写上。然后就是这个 time frame，那这个就是时间框架，你要做多长时间的，比如说5分钟的，你就用这个填 5M，然后你是做中期的，你可以用1小时或者30分钟的啊。那做长线的，你可以用1天的这种。那这些就是可选框架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解释啊。这个的话就是呃第一个就是说立即达到10%就卖出，就是你这个策略开起来以后，买入以后达到10%的就止盈了。那这里就是30分钟以后达到5%就止盈，那60分钟以后达到3%就止盈。那这个配置就是追踪止损的一个配置啊。这个就是盈利1%以后启动这个追踪止损，然后在盈利2%以后激活，这个就属于算是动态的这个追踪止损的这种方式啊。那这个就是你启动的时候你需要多少根的历史 K 线，比如说你用5分钟行情，那就是5分钟乘以100的啊，就是500分钟的数据啊。那用1天的话就是一百天呢。然后它的这个三个核心参数，我刚才看到的啊，这个就是计算技术指标这个方法。第一个就是在这里面写，回顾一下我们前面讲的内容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讲的，随便挑一个策略。首先第一个是定义参数啊，定义完参数以后，就是在这边去计算技术指标了。技术指标计算完以后，就是买入信号啊，定义买入的条件啊。买入条件完以后，这里就是定义卖出的条件。那主要的就是这个核心参数啊，剩下的都是属于扩展的内容啊。然后这个是定义买入条件，这个是定义卖出条件。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实战的一个案例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里以这个快速均线9天，就是 EMA 的这个是属于叫加权平均了。那 EMA 的9和这个 EMA 的21，那这两根均线配合起来以后，就是金叉和死叉。我们在图上可以看一下啊，我们把这个改一下啊。我们把这改成 EMA，那它这个是7，我这个不要了，就是7就按它的这个指标来写啊，9和21。那在这里的话，就是你看，我们以这里为准啊，这个环线这里就是属于金叉了，然后到这里死叉，
然后死叉完以后到这里又金叉，然后到这里金叉完以后到这里死叉，死叉完以后这里是一直死叉，一直都没有恢复啊，从这里开始啊。如果你在这里开一段的话，这波肉就属于吃的很爽了啊。那像这种波动的，其实你挣不到太多钱。虽然说金叉死叉都是有一定的有一定的空间，但是实际上你在这个图线走，这个是图形走出来以后的图形，但是实际上你在交易过程中，它的图并不一定长这样啊，它也是上下这样波动的啊。然后这个这个要怎么写呢？这个其实写起来很简单啊。我们来看一下代码的这个实现啊。那这里有几个规则，第一个是九天均线上穿，9天均线和21天均线，那上穿就是属于金叉，然后下穿就属于死叉，然后再使用 RSI 来做过渡啊。那这里就是前面是固定的啊，这个地方就是固定的写了，然后一直到这里，这里就是开始计算技术指标，前面都是按模板的固定的，你一个策略基本定完以后，另外一个策略基本就复制粘贴就可以了。那技术指标的话，这里就是 EMA 的，就是9天均线和21天均线啊。那你在这里，你在这边设置完以后，就是这个是9和21的均线啊，就等同于在这里，计算出这个 fast 和slow 的，这个是快速指标，这个是慢速指标啊。那计算完以后的话，这里再加上 RSI 的指标，RSI 以这个14天的线为准哈，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量能，volume 这个就是它量能，然后这个是它的计算它的平均的成交量。那这个技术指标计算完以后，它的数据就在这个 data frame 里面啊。那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写判断标准了啊。那如何写的话，比较简单，就用它这个自带的框架里面，你就可以省掉很多的事情啊。就是这个的话是close 这个就属于金叉的这个指标哈，就是相当于是这个是 fast 和这个 slow 给它放进去啊。那这边就代表金叉的条件，条件一，然后这个符号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个符号是 and，就代表与的这个啊，就是说，这个代表一，那这个代表二，那就是说一和二都满足的情况下，我才进行买入。那其实可以理解为这里是代表均线金叉了以后，然后这是 RSI 是在30到70之间啊，我们来看一下 RSI 的线啊，RSI 的话在附图里面，我们把它打开，这个是 RSI 的指标，看一下。那这个地方，这里有3根线啊，我们来找一根距离大一点的啊。可以看到这里是87、75，看到吧？这里是87、75和64啊。那这个就属于在超买阶段了啊，因为它这个大于80啊。那在这里的话就属于超卖阶段了，这小于那个20，这里是18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单个指标你不一定好用啊。你看这个单个指标在这里是不是可以抄底了？那确实这个地方也可以抄底啊。当然在这里的话卖出好像也能挣到钱，但实际上它真的走起来是这样，不一定是这样的啊。这个事后看指标都能对得上，你在这里看，这里是可以抄底的啊，你其实在这里就已经提示抄底信号了。但你这根线进来以后，这里再跌一根，你是不是突然间就傻逼了？这个指标是不好用的，是吧？这里就进场太早了。但在这里的话，你在进场二次探底的时候再进场，然后磨了2天，你这反弹会不会你还会不会下跌？你这时候的心态可能有一点点会崩。如果是资金量太大的话，小资金就无所谓了。然后到这里走上去以后金叉，那这里又是买入了一个信号了，是吧？到这里就见顶了，这里已经超买了87了，所以说这个指标，呃，它单独用可能不一定特别好用，但是结合起来用的话，其实是挺好用的啊，辅助的用啊，多个指标形成一个共振啊。但如果你这根线就没办法了，这根线它已经是属于技术指标之外的，很多是场外因素没办法去描述的啊的这种情况，那这里就一直跌到这里，你认为这里如果你感觉是不是一个反弹，感觉它起来了，
实际上它到这里马上又死叉了，然后继续往下跌，到这里一直都是弱势。那没走起来之前的话，我们理解它这个就是属于向下的一个行情了。啊，不管是那均线在这里，均线这里死叉，然后一直到这边都没有金叉，一直都是死叉的状态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属于看空的状态了。那你等它这根线再往上翘的时候，要走一个好长的一个周期啊，好长时间，可能要十几20天可能才，或者除非是一根大阳线直接拉起来，要不然这个地方慢慢的筑底的话，可能，你首先得走缓吧，走平缓以后，然后再往上走，可能至少十几天吧。那除非有个大行情，一根利好线直接拉起来，那没法说。就像这个地方，这根线的口开的应该很大，那天有可能是这根线可能还是往上的，这根线一砸下来以后，直接把它指标都给砸坏了。这就是属于这个金叉和死叉之间的这个技术分析啊。那在这边的话，就是呃这个金叉，然后这个代表30到70，那就属于这个30呢，又属于不是超卖阶段，就是属于行情已经有一点点起来了。那70又没到这个特别热的时候，所以这两个合并起来就是一个不在超卖区也不在超买区的。那第三个就是要有一定的量能了。那这个量就是属于当前的量大于这个平均的这个量啊，那属于今天就微微的放量了。那你再写的细一点，你还可以说，比如说这里除以这里，然后大于1点几，然后或者大于2这种情况，比如说量能放大2倍啊之类的，这种可以这样写啊。那这三个 and 以后，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这个量能确保它有量，那这个条件其实意义不大啊，特殊情况可能能用到啊。那这种情况不就4个条件进行一个判断了？到这里了。那在这边的代码的话，之前你写了一大坨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它这边是这个 dataframe 点 local 啊，location。那这里的代码你其实可以把这个代码写在这里面，但是因为这边的代码太多了，所以说它这边用一个数组的方式把它加进来，这样的话看起来会清晰一点啊。这只是一个代码的逻辑问题啊，不是说两种写法虽然是风格不一样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啊。那你这里也可以把它弄成一个数组，然后再用数组1、2、3、4给它标起来也可以啊。这个就是买入的信号的一个最简单了，但是不是说让你用这个策略就可以进场玩了，这个要一个策略不一定够用啊。那死叉的信号就是倒过来了，就是这个这个状态，就是属于死叉的状态了。那它在属于超买，又属于超买区间的。那这个地方它用的是或啊，就是这个就是或者，那就是属于这两个条件满足一个条件我就跑了。然后呢，这边你看它又一个括号括起来，那编程的时候。如果这个或与和或你不太清楚的话，你最简单就把它用一个括号括起来。就这里面两个条件我满足一个的情况下，我就属于这里就成立了一个条件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条件同时满足，就是这个条件和这两个条件的之一同时满足的情况下，那这个地方就会成交啊。那写完这个策略以后，你就可以保存到stage 下面，然后它就会在框架里面进行加载。那要运行也很简单啊，这个地方把它数据先下载下来啊。首先这里下载的是这个配置文件里面的这个交易对，然后这里是30天，然后分钟线是5分钟线啊。下载完以后，你就可以做回测了。那个还往那个不记得的可以往回看呀。这个back testing 的这个回测命令啊，然后这个就是加载它的配置，然后这个就是策略，那这个就是时间周期，你要用哪个时间周期来做测试，然后它就会输出这些相关的信息啊，总的交易啊，然后胜率啊，平均的这个收益啊等等的最大回撤啊。然后第三个就是常用的技术指标。那我前面可以看，我这边写了一大坨的东西是哪里来的？实际上它就是这些技术指标了。你们可以在这个上面扩展。
然后不懂得写代码也没关系啊，直接改啊，直接改就行了。但是你要看得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是 EMA 的这个均线的，你要看懂是什么意思，然后你改起来你才知道怎么改啊。所以说语法可以不知道，但是你的这个逻辑你是要搞清楚是什么意思，这样的话你才能这个自己编写啊，或者简单的改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快速的这个指标，快速的 EMA 就是这样的写的啊，就是 TA 点 EMA，然后这里设置一个更小的时间啊，然后这里的话就是，比如说你这设置5天和20天线，上传下传的这种的，也可以，这个时间你自己写，但是小的要用快速的，要复制给快速的，然后大的这个要复制给慢速的啊。然后金叉就是它有没有提供这个函数，把这个快的和慢的放进去比一下就好了。这个时差也是一样的啊。然后这里就是计算一个移动平均，简单移动平均线啊，这个叫 SMA，这个是简单移动平均线啊，这个是指数移动平均或者叫加权移动平均，这个。然后这里就是计算20天的，这个是计算50天的，那对应的这里就是这个了，你把它改一下就好了，把它改成20和50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是 MACD 指标，MACD 指标的话有3个重要的参数啊，一个是这个快的，一个是快的线，一个是慢的线啊，一个是这个信号的这个周期的啊。那这3个线其实在这边你可以看到，这边是我们把这 MACD 调出来看一下啊，可以看到这里就是 MACD 线，然后你把它点开以后啊，这里有3根线啊，一个是 DA，一个是 DIF 啊，还有一个是 MACD。那 MACD 金叉就是这个 DIF 上穿 DA，回头看一下历史的指标，这里是上穿金叉，在这里上传的哈，然后走了一波行情，到这边死叉以后，它不一定保证都是有用的哈，但是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有用的。那这里死叉完又金叉，金叉完以后在这边就挺好用的了，这里就死叉了。死叉完以后，在这边有一波反弹，它又金叉了一下下，然后这里就死叉了，到这里以后就没有再金叉过了。那这个就是 MACD 的一个使用情况。那它的这个，它这边是用这个，你这边你要简单点，你可以写这个叫呃DIF 啊，然后这个是 DEA，然后把它放进去，然后 DIF 上传 DEA 那就是金叉了，下传就是死叉了。那这个就是 ADX 的策略啊，很简单啊，TA 点 ADX，然后周期写一下，然后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做判断了。这个就是趋势过滤的。那震荡指标就 RSI 的啊，就 TA 点 RSI 就可以了，然后14天线写进去，然后你判断就是超买、超卖和中间的区域的，根据你自己情况，你要抄底，你就找这个超卖的去抄底，那超买你要做空的话，你就找机会找超买的，那配合其他指标来做啊。那中性区你要做这种，启动的时候觉得行情还可以，然后再配合这个行情来做，那就用中性的啊。随机指标这个我用的比较少啊，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啊。CCI 指标这个是 CCI 指标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 TA 点这个指标就可以了，就可以看到了。那这个是布林带的，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。前面的课我们有讲过这个布林带的，大家再回顾一下啊。就在这个主图里面，这个就是布林带的，它就是通过这个上轨和下轨的。那震荡区间的时候，就是到上轨的时候，超买，它就回到下轨做空，然后在这边做多，在这边做空。那这种单边走到这里以后，已经突破箱体了。我上节课讲过的，就是走到这里已经突破箱体了。你把它框起来以后，这里已经下来了，那就不适合再做箱体的运动了。那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均值回归就不好用了。随着这个布林带的指标，它不是说不好用，它是在特定时候好用，特定时候又不好用的，这个要区分来看。
那布林带里面有三个，就是这个下轨、中轨和上轨啊。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这个20天，用20天的平均线，平均线就是这中间这根线，它是20天的平均线。然后这个 STT 这就是2倍的方差啊。这个地方你不理解的，搜一下方差什么意思啊？然后这里用2倍方差，你可以自己调，也可以用它默认的2倍方差也可以。然后这里就是计算价格触及下轨的时候你要做什么，买入吧。然后上轨的时候卖出，然后再计算一个它的这个波动率是多少。这个就是 ATR 的，这个就是用于动态止损的这个情况 ATR 的指标。那这个指标很重要的就是成交量的量能指标啊。一个你要是光看指标没有配合量能来做的话，这个指标其实不一定好用啊。所以说这个地方你在写指标、写策略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个量能也给加进去啊。那这一行什么意思？就是平均成交量的这个地方就 rolling 这个就是平均成交量啊，就代表它20天的窗口期，然后取这个平均值啊，就是这个 mean 这个东西，然后它拿到这个值以后，它就是能拿到它20天的这个平均成交量。那你要计算今天成交量是否激增，你就是用这个当天的 value 去比较一下，它是否大于它的多少倍，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今天是否放量了。然后这个是 OBV 的指标啊，这个我用的不多，可以跳过。然后实战阶段，这个第4部分有一个实战阶段，就是这个 RSI 的这个均值回归。那这边的条件你可以写用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超卖的情况，然后再结合布林带，再将成交量放大，这个3个指标同时形成共振的时候进行一个买入啊。那卖出的时候，你可以通过这3个指标，RSI 大于50，然后或者触及到布林带的中轨，那这种就属于这种吃一口就跑掉的这种情况了，它没到超买的阶段。那有的时候它反弹确实力度不大的情况，你这种策略，它有时候也能吃到一口，然后还能保住利润。有可能它走一波走到这，有的时候它反弹就反弹到从这里就反弹到这，然后就没有了，那这波也能吃到利润啊。这个就这里没有合适的行情可以对比的，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比如说这里到这里反弹，你要是能这里卖掉，你就吃到一波了；你不卖的话又回去了，你再拿着死扛着可能就亏钱了。这就是这种策略，它有它的好处，它赚的不太多，但是它能呃吃到小量的这个利润吧。这个东西你看如果你是用小步快跑这种方式来做的话，那这种策略还是合适的啊。如果你是用这种想抓大头的这种策略的话，这个地方你要改一下啊，要改成70以上，然后这一布林带改成上轨啊。那完整代码怎么写的？就是前面都一样啊，这一步不做解释了。然后添加指标就是这里是 RSI 的指标布林带的指标。那计算完成交量的指标，那你再加一个 EMA 的这个指标，移动平均线的这个指标，然后就是条件的判断了。你这里 RSI 大于这个值的时候，这里有参数啊，RSI 参数啊，大于这个值的时候，并且呃低于下轨，低于布林带的下轨，然后成交量放大，然后这个价格在 EMA 50天均线之上，那这样，然后确保有成交量，那这5个条件满足，它就成交了，就是这样的。卖出的话就是 RSI 回到50以上，这就均值回归的行情啊，吃一口回到50以上我就卖出，然后这个就是回到布林带的中轨，并且回到布林带中轨是2个条件，加上成交量，这2个满足一个就可以了啊。这里是货，就这个竖线是货，二选一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再来一个货的话，就是3选1了。那就是这个满足以后，再满足这个就卖出。然后这里你还可以加上这个自定义的一个止损。那测试的时候就是还是按照前面说的这种回测，然后这个是参数的优化啊，优化参数这个我们在后面会
再继续讲解一下。那前面或者说你翻到前面的课程，在参数优化那一课，这有讲的很详细啊，就是前面的时候设置的这些东西是干嘛用的？其实就是参数啊。那这些东西设置完以后，我默认是14，然后区间给它10和20，然后让它算一遍历史的行情，看一下哪个值10到20之间哪个值最适合，那就是它会选出这个参数啊，这个就是参数优化的这个部分。然后这个是高级技巧啊，今天课内容有点长啊，大家耐心点听啊，估计可能要30分钟多一点。然后这个是高级技巧啊，高级技巧的话就是比如说计算 N7的这个价格变化率，然后这个是在计算指标当中调用的。那信息链，信息链的话，这里的话就是属于这种组合框架啊，就比如说你想判断它1小时的这个指标，然后结合它5分钟的指标。举个例子啊，你1小时是呃看多的，然后呢你想在五分钟的地方找进场点的话，你就要在5分钟准备金叉或者是某个指标适合进场的时候，两个形成一个共振的时候，你判断。那这里的话就是添加一个1小时的一个时间，然后在这边在五分钟的时间再添加一下，然后在这个进场点的时候，你就判断一下，五分钟的什么条件，然后30分钟什么，1小时的什么条件，然后合并一下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弄一个进场点。那这种属于比较相对高级一点的策略啊，写起来的话可能有点难度啊，稍微要理解一下。可以先写简单的，然后从简单到难的这样来写啊，会比较好一点啊。然后这里就是这个自定义的这个止损，你可以设置一下时间段的这种止损啊。然后第一阶段、第二阶段，然后还可以自定义的这个仓位大小。它这个软件的框架提供了很多功能啊。如果你这些东西你要是全部自己写的话，你要写好多地方要去写代码，像想一个这样的文件想完成是不可能的啊，可能要至少写十几20个这种的文件才有可能搞定这么复杂的功能。所以说这个框架它提供了这个很多，相当于是给你打好了这个盖房子，相当于给你打好了框架。那剩下的就是你怎么去装修的问题了。然后这个就是策略开发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啊。然后首先的话就是你要有一个自己的思路，你是做趋势跟随还是做这个均值回归？然后你选择的是做短线还是做中线、长线？把这些逻辑先搞清楚，然后再创建这个，然后再开始编码。编码的话，最基本的先写3个最基本的方法，由简入繁了，然后把这个创建完以后，然后你再然后再测试，测试完以后就回测，回测完以后，然后就是这个优化阶段，优化完以后，然后拿到实盘当中去验证一下，就开那个钢模式去验证一下，验证完以后的话，就可以到实盘阶段，小资金先起步，然后再慢慢的加，如果好用的话再加大资金啊，就这样。那策略的评估标准，这个自己去看吧，这个有点多。然后这个就是差的策略的了，这前几课也讲过啊，细节地方自己看一下。那常见的这个错误对比一下。那实践任务这里大家最好动手做一下啊，就是你自己要写一个基本的策略，然后修改一下它的这个指标，开发自己的策略，然后呢多写两个指标，然后来对比一下，看一下哪个策略好用啊。写策略的这个3要素啊，逻辑要清晰啊，然后是要回测验证，然后在实盘里面验证一下。然后常用的指标就是这些了，比如说 EMA、MACD，然后 ADX 的这个动量过滤一下。那均值回归啊，比如说这种 RSI 布林线加成交量。那突破策略就是这个价格高点低点啊，成交量放大，然后加一个波动率啊。那避免的这个陷阱啊，就是这个过度优化，不要去为了这个提高这种胜率啊，去故意的去把这个参数优化的过度的过拟合的这种状态啊，这样的话你在回测的时候表现很好，到实盘的时候就很差劲了。
有6、7成，有6成的胜率的这个策略其实就挺好用的了。然后你再规避好这个止损和这个风险控制，你这样的话，你的胜率就会慢慢盈利就会慢慢到来啊。那你想设置到什么9成的那种胜率，那纯属扯淡啊。听他们去忽悠，确实他可以做到，过你回撤的时候可以达到，但实盘的时候你很难的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不要求浮示手续费啊，手续费这个地方东西有点贵啊，尤其是你这种在这种就是吃单的状态，吃单状态，比如说是1块钱的话，那挂单状态就是4毛钱，就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就比如说这种交易的行情里面，你在这边你在这边挂着卖出，等到涨到这成交的时候，你就40%的手续费就够了。你要是急忙的买，你挂了一个很高的价，然后把这单给吃掉，那这里就要收到100%，就是1块钱啊和4毛钱的差距啊。其他的就是这个缺乏风险管理啊，然后策略不要写的太复杂，写的太复杂很难成交啊。使用未来数据就回测的时候，你不要去偷看未来的数据，然后做这个回测啊，就是在代码里面要避免这个问题的。然后就是要注意一下风险的一个管理啊。然后下节课我们就讲这个多时间框架啊。那后面的课程，相对来说就没有这节课内容这么多了啊。这节课相对来说内容比较多，然后线下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详细的看一下这个代码，然后回头看一下之前写的策略，还有这些文档的这个对这个技术的一个解释啊，就是这些参数的一个解释是什么意思啊。好，那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。那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麻烦点点赞支持一下啊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